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火星情报局副局长登场！哎呦，哇！送祝福！哇！哎，我真的想说啊，真的说什么？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没错，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哟！哎呀，欢迎光临啦，各位！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对本季会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联合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8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各位，这一季的火星会议呢，终于开到了最后一期了。为了让这次会议开得更加欢乐，这是吃字啊！哎，是不是那个土信子？那个昨天那个蛇年土信，蛇年讲话中间要夹着土性是吧？懂了。好了，为了让这次会议开得更加欢乐，更加喜庆，有病啊！我们特意从地球上寻找到了一束吉祥的光来照耀火星，欢迎我们的蔡国庆老师。欢迎蔡老师！哇，要说犯傻还是蔡老师会犯傻啊，好棒啊！犯傻的神。你们今天其实这个位子啊，是局长的位子，对吧？怎么样呢 ？C 位，他多少年在 C 位了？什么多少年？我一共站了大概3次就。蔡老师完全没看过我们节目哈。对呀，以前是韩哥，怎么想到这么说话的呢？不是，因为我吧从小就上节目什么的，上得多，这种位置吧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吸引力。站够了吗？哎，第3排请一下呢。我先这样问问火星人吧。火星人，今天你们同意我坐这个位置吗？同意。必须的啊！今天的服装也非常给我们面子，专门做了这个马戏团的这个风格，对不对？关键那首歌好啊，还有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这首歌，我也不懂。好，这节目现在还没开始录呢吧？啊，是。你先展示一下，你看，就说我这服装吧。真的啊！好可爱哦！要说整个的火星情报局，谁能要得过我？没有。老师，我告诉你啊，你是第一个嘉宾上来，我完全不按我们稿子走的，已经走了差不多20分钟了我。我这人就是这样的，就逮着一个机会，我就得那个尽情的展示。太棒了！因为你看今天吧，我真的要说一说，我都没想到。其实你们这些男生都比哥哥又年轻又帅，你们怎么穿的这么素啊？生活是多么多彩呀！这吉祥的光多么多彩！我们是素人是不是？素人。你看比着黑，你黑得过我吗？啊？瞅瞅我这搁着黑皮肤。我输了！蔡老师非常喜欢近距离交流，就比心啊要贴着脸比。给人看裤子要这样看。哎，等一下，蔡老师啊，这里不会还有秋裤吧？哎呀，干什么？过分了！哦，对不起，毕竟岁数大了。对，得保暖。其实今天请蔡老师参加我们火星第7季最后一期会议，呢，也跟咱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每一季开录的时候，都有几个会推荐很多我们自己的朋友里面的，觉得特别适合火星的。是的。我是薛之谦推荐我来的。哎，您不是推荐，千万不是，他们找您的，就是觉得您都好笑。就是你推荐的，要不要拿手机听你当好了留言？
就是啊，把微信号也报出来好了。哎，不用了，老师，不用了。哎呦，老师，这是锦囊吗？我的那个手机密电码都在里头。哇！哎，你们想不想听薛之谦怎么盛邀我的？一会儿给你们听啊。薛之谦，你不用紧哎，老师张，你真的好酷哦，你不用紧张，但是你用这个放手机太酷了。走哪儿都送祝福嘛，中国人过日子，而且来到火星啊，火星什么颜色啊？红的，对不对啊？是的要红红火火嘛。太棒了！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自己一直最想请来的火星的好朋友都叫来了。同时呢，既然是好朋友在一起呢，也没必要打打杀杀了，对不对？因为前2期啊，我们那个规则鬼才在执行呢，根本没有人执行。好，我宣布今天的抢牌大战正式停战！哇，太棒了！因为我们的心愿是世界和平。所以今天不是厂牌大战了，是不是？那你没通知0713吗？为什么他们还是整个厂牌坐在这里？对啊，为什么？对呀，没有，我们今天代表个人啊。啊，个人战还是要给我们火星的观众打打招呼嘛，好不好？对火星开始来。这个场合就是上一次来，就感觉不像录节目，像几个老友的一个聚会。对加上现场的观众们颜值都好高啊，是吧？哎呦，素质也高啊，所以呢，我们3个能够来到火星是火星的荣幸，不是，是我们的荣幸，实话说出来了，是我们的荣幸啊！希望这个节目常做常有，我们可以常来。大家好，我是 Allen 苏醒。大家好，我是王铮亮。哎，各位火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子弘凡。的第4任义父王栎鑫。哦，对了，我是他第5任，你是第5任，我是第5任。不是巧了，我们都是啊，都是义父啊！快了哦，义父情报局。介绍一下啊，欢迎我的好弟弟，优秀的青年歌手，嘴毒心软，又爱怼人，但是非常愿意认怂的石凯。哎，Hello，大家好啊！他们是0723，我是0731啊。那个很开心，第一次来到火星啊，来到还有点局促啊，压力老大了。哎呀，欢迎。好，那聊一下我们这边啊，有一位是刘维一直要推荐他来火星，一直没来，今天终于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一位就是我人生的挚爱。首先在介绍他之前，请给予他最热情的尖叫声。好，是哪一个？就是乐坛最美的美女，她可以说有最亮的美甲，有最黑的皮肤，她就是一人种人。你摔的也太惨了吧！你刚才你就耍这种老梗？不是，我没有耍老梗，我肿了。最碎的膝盖，没有，因为有个妹妹她说，嘉哥是你把我推出去，你怎么想的？哪一条是我？最美的美甲吗？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辣妹中的辣妹齐克俊耶！哇！大家好！这现场辣妹真的太多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没有怎么近距离看过你，但是我不敢相信你这个肤色都这么的漂亮。在黄昏的时候见到你，真的要找很久的哦。我到最后一期来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怕万一哪个梗我没有接住的话，我的智商就会露出来。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接住了几个梗？我一个都没有。我果然还是一个没有用的美女。没事，美就够了，大家对不对？谢谢。嘉哥，上次我们就来了，聊得非常的开心，对吧？我觉得今天更是一个熟人局，包括对面的好几位弟弟都是看着出道的，所以好开心，又见到大家，太棒了！大家玩起来吧，好不好？好嘞，齐克俊玩起来。哎，那最后我们的冯喜又在，哇，这声儿，哇哦，妈呀！不是上一期说我来是因为上期录的还不错，然后我上一期录完了，我觉得这一期我就不应该在这里了。为什么？但因为是这样，因为今天有一位就是朋友，我非常想见。哎，哪一个？就是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好恶心啊！对不起，哇，这个老套吧，他跟哥比不了啊。为什么？哥整个满场是这样啊，那犯傻，他才对呀。还要不要？太棒了！今天是复古趴，哎，热闹，我第一次见有人给人比心的，比完以后还问你还要不要？要不要？再给要。哎，这样我们管我们聊，老师你就一个个去比，就贴着脸比，好不好？比3个钟头。
要吗？有比开玩笑了，老师还说真的吗？真的会去，真的会去。介绍完我们高级特工，我们还有一位中级特工啊，王宇哥。王宇哥。Hello， 我是对中特不离不弃、对高级特工的位置虎视眈眈的演员王宇哥。怎么个虎视眈眈？我们今天最后一期了，我希望下一季的时候我能做到高级特工的位置，有机会。好，努力。然后我今天要说，虽然我是中特。节奏有些慢热，但我今天穿了一身 pink， 希望我的点能被大家 get。谢谢。怎么说？嗨，压一个 PK。It's your show time. Music comes up loud. Music. Battle。现场就来吗？有。这么突然吗？人家是想升高级特工，你是对局长的位置虎视眈眈的人啊。Yo, what's up？老师给一个慢一点的 beat 好不好？因为是现场即兴，没有排练过。这个好，这个好。That's right. That's right. What you gonna say right now? Come on. 你的押韵太多，我接不上了，拜托，下一期就再说。希望今天你快乐。天哪，即兴到最后一个字竟然不押韵呢？怎么可能？快乐是押在哪里啊？拜托，再说太多，快乐乐字押在哪里？歌和喔是可以押的啊。好吧。哎，老薛，虽然你的歌比较火，但是押韵还是交给我。好。好了，谢谢宇哥，谢谢宇哥，开心啊！哎呀，今天最后一期节目了，你别说，咱们一上来就气氛融融啊。虽然今天不是厂牌大战了，但是在现场的每位朋友啊，还是带来一个我发现还是必须需要的，对不对？在会议结束前呢，每位观众都有唯一的一票选择权，你可以投给你最喜欢的特工，然后你今天看看谁的梗是最好笑的，对吧？然后得分呢最高的这位朋友呢，可以得到一份火星定制的神秘大礼。我的天哪！而且这个神秘大礼，我今天已经提前看过，太有创意了。优酷的10%的股份，我的天！哇！哎呀，神经病啊！那先转给我，就是不用给他们了。好了。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要好好加油了。但是在提案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啊？这是干嘛？你要跟老师先解释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谁讲得好，老师，这个中间是空心的，你就整个套他头上套进去。谁讲得好就对，你是奖励，对，好不好？哦，蔡老师真的很认真的在开玩笑的，老师，我还真以为是真的呢。老师你什么都信，垫在下面，垫在他屁股下面，以表示他今天表现得很好。哦，这样放可以这样放，哎，这样放可以。可以啊，蔡老师身体真好。那当然了。好，可以吧？今天最后一期，大家玩得开心一点，就这样放。你看，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直接给你个台阶，下个台阶就结束了。哦，蔡老师，该你下一下了。确实你那个不能那样摆吗？好痛。可以。你想怎么摆怎么摆。老师，你不会在家里面的那个沙发垫都是这么摆的吧？蔡老师，这个不会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台阶不会也要做吧？啊，老师你在干什么？这样可以做啊？不是你还要现在是在拍杂志吗？老师，下一个动作，老师。要命了，太可爱了！老师，我跟你玩，刚刚开始玩就全是汗，我要命了。所有特工已经介绍完了哈，半个小时过去了，行，来吧，开始录吧。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开战。蔡老师，你说的开什么？开始的始说成了战。开战呢？开战，火力全开，太棒了。OK， 好了，第一个提案的那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吉克隽逸啦。你看戏也看够了吧？加油！我发现，地球人的心动就在一瞬间。心动就在一瞬间。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我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心动，其实来自于今天场上的一位男生，一位。你们先不要着急，你先听我讲。是这样的，
我有一次坐飞机啊，然后就远远的，然后我就看见他了。首先就是很远，你都会看他走路的姿态非常好。因为其实说实话，如果我不在镜头面前，可能我就是这样。然后很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他非常挺拔的在那个登机口这样走。然后好，机场吗？机场非常挺拔，真的在那个旗帜顶天壁的那种走法。然后他戴了一顶礼帽，礼帽，哇哦，整个西装非常合身，然后他那个西裤中间那个裤缝，我的妈呀，是滋滋嘞，那种杀到东二环的那种直就非常讲究，你知道吗？然后穿了一个高领的毛衣。高领的毛衣，对，头都整个淹在里面那种烟囱型的。没有高领毛衣，接着的就是礼帽了，就是整个。没有啦，帅的那种感觉。哎，有没有举块牌子说催促登机？催促登机？没有。last call。听我讲完，很重点。哦，然后呢？然后他就穿的高领毛衣是一个姜黄色，是那种口水流在上面都很走的。没有，姜黄是非常漂亮的颜色，我觉得是很难驾驭的。它不是那种蠢黄，不是那种笨黄，它是姜黄。等一下，在你的眼中哪一种是蠢黄啊？笨黄是哪种？苏醒衬衫是什么黄？沙黄。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它很讲究，是不是这样这么好看的颜色？那是最高贵的黄。然后我是一个高兴我就要大笑，我喜欢我就表达出来，我就说出来。我会跑过去，我说老师你好时髦啊！哦。然后他非常的淡定，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说。紧接着，他把他那个脚裤鞋一拉，你猜拎起来是什么？是什么？他的袜子和他的衣领是一模一样的姜黄色。哎呀，非常有品味哦。是这样的，他这个其实是一套在里面，就是连腿裤通下去的，整个一体的，就是连体的。杨姐，你对优雅过敏？那是秋衣秋裤啊，有病啊！他一套嘛，整套秋衣秋裤了。不是，神经病啊！你们的点就是我为什么？我当时大为震撼，就是因为我们在赶飞机的时候，大家都是为了就是舒服，都穿得乱七八糟的。有时候你甚至上去了，你都不认识这个人是谁。对。但是他去坐飞机都那么的精致，你知道吗？我在这一刻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对生活有品味、非常有要求的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哇哦！他是一个很鲜活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遇到我赶飞机，我像收水瓶子的一样。每次赶飞机反复确认他的身份证，是你吗？而且我感觉我跟老薛接触这么久，都感觉他没有洗过头。不要把感觉2个字去掉，又是没洗。好，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所以我讲到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吧？那当然啦，必须知道是谁了。杨迪。姜黄色一套，怎么可能是我？老师，请走一遍。哇！你当时的走的那个，原来是蔡老师。老师，你先说今天袜子什么颜色？不是能够记住这么多细节，我都特别让我感动。你都忘了吧？但是那个袜子的细节，我真的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你当时就是让我闭嘴那种，你说，然后一抬让我看一下细节。对，就是他有一种。因为他知道我懂，你知道吗？来，帮我把鞋脱了。真的假的？我要把鞋脱了。赖老师跟我说，把鞋脱了。不会那么刺激吧？为什么会这样？好有品味啊！为什么？全身都是搭的。迷彩袜，哇！让一让！蔡老师上，现在拍呀，走一下，来了。哇，要不要上链接呀？想不想买？哪里去找这么棒的嘉宾啊！我的天，你不会是个连裤袜吧？秋姑娘。
哎，弄动了，没有第二道秋裤了，弄动了。蔡老师怕冷的嘛？人家拉到秋裤像话吗？蔡老师，你为什么不选一条彩色的秋裤呀？没有啊，要有我就不想穿上了。秋裤的款式现在要更新了，秋裤是不是？今天美中不足，你要是拎起来彩色的秋裤，我的天，炸了。然后好，我还有第二次再遇到了，还有第二次心动，有了第二次，还是他吗？对，第二次是这样的，我们在同一个录音棚，蔡老师又来了，我们就在闲聊。对，当时聊了 P 哥，哦，对，因为我看了很多的片段，然后感觉蔡老师每天很开心啊，无所谓啊，就是他在节目里就是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参加浪姐的时候，整个是逼疯造烈的，你知道吗？我的妈呀，真的每天都要掐人中，每天都要哭。你这个指甲掐人中，整个是掐进去的，整个掐到小舌头啊！你这个是打鼻环了都已经。但是我看到的片段，他都是哎呀，特别高兴，听到哇，就来的，一定要同手同脚吗？有病啊！然后我就说。我蔡老师在那个节目里面身体不协调，就是我说你怎么还在停留在那 ？I'm sorry， 跟上节奏，跟上节奏。OK， 好，然后我就说，好厉害啊！蔡老师你在那个节目怎么样？你辛不辛苦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又影响了我1年。哇塞！他说。休想折磨我！哇，折磨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就是我无论身处在哪一个地方，无论身处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他不在乎 ，I don't care， 你随便，你外头鸡飞狗跳了，没有我什么事，我照样松弛，我照样在我自己挺开心，没有那种负面的情绪，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活在自己姜黄色的袜子里。所以这是我又对蔡老师又更加喜欢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内核非常强大。对，好。谢谢，只要这颗不爱你，我才是真的要谢谢你。你也要记住那句话，所有人都要记住那句话。无论你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问题，就那句话，休想折磨我。好，我的完事了。谢谢吉克建议的分享，太棒了，你讲的太好了。谢谢，这得给个垫子。哎呀，来俩。蔡老师，你要给他搭颜色搭好哦，颜色要搭好，搭配好，对不对？这个事情一定必须的。谢谢。这个给你个彩的，再啊踩一踩，非常好，讲得棒。哦，好美哦，谢谢你，美哦，谢谢。好的，刘维是不是也在飞机上遇到过蔡国庆老师？我真的遇到过，而且我跟你讲，那一次我跟蔡老师见面。我都没有跟他打招呼，哪里来的胆子？蔡老师完全不知道我在飞机上遇到过他啊！你知道咱们做这行呢，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好多人是有人设，就是你录节目一个样，私底下就是另外一个样。但蔡老师真的是私底下和台上一模一样，所以他上飞机的时候就跟他录节目一样。大家好，飞机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国庆。没有，蔡老师上了飞机就。哎，这样上飞机来，保一方平安。今天来的，祝福你，祝你365天天天飞啊！因为我发现蔡老师是通过蔡老师的笑声，蔡老师就是真实的坐在我的旁边，邻座啊，就这样吗？是吗？啊，对，邻座。然后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蔡老师也没认出你，啊，没认出我，没画眉毛，是不是那天？我是画眉鸟。哎，那有没有可能是他只是2005年的时候？你闭嘴吧！薛之谦，你开玩笑。老师，我继续讲啊，继续讲。然后我就挨着蔡老师，你知道吗？我这时候就听到了旁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真的，我当时一听这个笑声有一点熟，我就往那边定睛一看。我说实话，那一看出蔡老师了，但是我更加确信是因为蔡老师在看自己的视频。他边看，真的，他就在看自己那个脸部做操的视频。错，越错越会。他正好在录哥哥，然后他就一边看一边。我刚想说我要不要打招呼的时候，突然间蔡老师把口罩摘下来。宝贝，我又上热搜啦。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要撒半句话，相信你聊。你更不敢打招呼了。然后我心想说，蔡老师沉浸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要跟他打招呼。然后这时候蔡老师就把自己的视频发给好几个人，发完了之后跟他说：“宝贝，好笑不？”然后蔡老师在飞机起飞前一直在反复看自己的这段视频，就说，然后一边看一边发给各种朋友说：“这段全靠我了。”真的。然后飞机起飞了，蔡老师就把口罩戴上睡觉了。飞机刚降落那一刻也不联系车，摘下口罩继续看自己的视频。所以蔡老师的人生格言是：谁都别想来折磨我，对，我来折磨别人。而且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他起飞以后他就不看了？你知道为什么？他还非常不愿意用5G 下载东西，我还不下载。嘿嘿，反复看增加点击率，还得。太好笑了，老师你怎么这么可爱啊？我的那个个性就这么多年哈，我就是特别愿意跟大家一种分享。其实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很多压力也好啊，或者说不顺心也好，甚至低谷也好哈，但是你时刻要，没有人可以真正给你带来安慰的，只有自己安慰自己，自己爱自己，自己鼓励自己。所以我看着那段视频，的确说，哥你太棒了。这段就是精彩呀、你瞅瞅这点击量啊，没哥这个不行，你只能就你自己要给自己带去更大的自信，对，能量，对吧？一定非常重要。对，连我下了飞机又反复看这段视频，确实好看。然后我还有一个习惯，就那个热搜吧，我会就截屏。现在阅读量4800万，叠一个。一会儿，哎呦，6500万一个，最后好家伙，将近8000万一个，然后我再把这3张图啪发出去。哇！我说你看看哥这个热搜，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就是这一期节目播出，你会占几个热搜？我跟你讲，关键词条是什么？蔡国庆空格袜子肯定是上了，优雅，优雅。光是想起来都开心了，都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家所表达的那个瞬间的那种心动和怦然心动，其实是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在人生当中去感悟的。无论谁让你心动，都不如自己要心动。没错，你的心不是死的，你的心是鲜活的，你的心随时可以接受到美好的爱、美好的情感，别人对你的善意。所以你自己要心动，才会让别人有那样的怦然心动的一刻。说得好。那爱自己，谢谢。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多多拥有心动瞬间，生活休想折磨我。哎，真的，人确实很容易被美好的人和事儿击中。今天我就心动了。哎，你们不都说那个喜临门的床垫好吗？哎，怎么样？我之前还不信，结果今天在卫生间试了一下，哎，这一睡啊真香了。深度好睡眠还得是喜临门床垫。一觉醒来状态拉满，简直就是我薪水好床垫，你说能不心动吗？接下来到了谁呀？哎，嘉哥来一个提案了。嘉哥，军师，我发现，哎呦，只有相信童话，才能讲好童话。这个事情呢，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长大了以后呢，经常会听到光良唱。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发现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面都是骗人的。所以呢，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都愿意去乐园。对，因为小朋友去乐园是寻找童话，觉得好像已经回到了童话世界。大人们去乐园好像就是在寻找童年，对吧？因为毕竟童年的时候才无忧无虑。那我要讲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早年间跟迪士尼合作的一个过程。当时呢，就是香港迪士尼发出了邀请，说他们那年夏季的最重要的宣传活动就放在了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想，哇，太棒了，这个。他们的下级代言人张学友先生也会跟我们一起录节目。哇！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的录节目倒还好，但是整个跟迪士尼媒介公关的这个沟通，让我体会了这一点，就是你只有相信这个事情，相信的力量，你才会觉得把这件事情才做好。其实我们录节目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主持人们和导演，然后和那个合作方都要对一个台本。那对方派出的这个媒介总监呢，非常有经验，大概叫 Amanda 一个这样的人。Amanda 那个时候都叫 Amanda。Amanda 就说，我们对这次录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大老板和他的女朋友会莅临现场啊！真的，迪士尼的大老板和他女朋友会来，我们就几个人说，哇，那怎么样？还要跟外国朋友沟通呢，会不会不方便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导演就说，那请问他们是谁呢？他说，哦，那就是我们的大老板，就是 Mickey 跟 Minnie，Mickey 跟 Minnie。对，真的，是不是大家就笑？然后 Amanda 说，为啥笑？Amanda 姓蔡是不是？Amanda 姓蔡，你们为什么要笑？相信的力量。对，他说迪士尼的大老板就是 Mickey 跟 Minnie。还有一众卡通人物都是我们的老板，因为他们创造了我们这个就是很童年的、很天真的世界，这是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就突然一下就说，哎呦，不该笑。好，然后 Mickey 跟 Minnie 出来，为了大家方便站位，那肯定就是大家手拉手 ，Mickey 在这边 ，Minnie 在这边，何老师在中间，然后再牵着我们其他主持人的手。突然Amanda就说不可以，我否认这个提案。为什么？大家又惊愕了。Mickey 跟 Minnie 永远在一起，哦，不能分开，不能分开，他们一定要手牵手。哎呀，我天哪！这个时候我们说还有谁互动啊？我们会请到白雪公主来互动。哦，好可爱！我们就说那可以啊。那我们当时的节目最重要的就是说，除了他们给我们一些他们的一些宣传，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也宣传一下，对吧？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请白雪公主唱花鼓戏，好吗？因为那时候最擅长的就是什么？对啊，流量我这里叫花鼓。阿曼达会怎么说呢？哦，不可以！白雪公主，她怎么会唱这个戏？对，白雪公主的气质，就像蔡老师，对呀，对，那么优雅，然后她都是每一个动作都设计好的。我建议不要。然后我们的导演就说：“那不行，我们有我们的坚持。他们给我们文化输出，我们也必须告诉他们，我们也有文化输出。”然后流程就蕊到了差不多一出来，白雪公主会跟那个张学友先生他们两个人就挽着手出来，张学友就开始问好。流程进行到如此的时候，何老师说：“我来唱吧。”白雪公主，我向你表白，我准备了一段湖南地方花鼓戏补锅。就拉着他，哎呀，这个动作叫手拉风下，我就看到白雪公主也是犹豫了一下，哦，这是什么？然后就跟着一起，真的假的？对，然后就是张学友也一起，因为台上所有的人都一起，白雪公主也不好拒绝，是什么的。Amanda 就在上边，然后忽然呢 ，Amanda 就说：“哎，白雪公主，你先休息。”我说：“哎，怎么录制突然被通知停掉？白雪公主要下去了。”阿曼达是哎，跟各位解释一下啊，因为白雪公主她人物是有特点的，她不能跟异性待太久啊，因为她有她自己的人设，她只能跟7个小矮人待得很久。我们就说我们还不够矮吗？阿曼达认真的回复了：“你们够矮，但是不够7个人。” My God！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童话它是童话存在了，好认真了，很有信念感。对，很有信念感。然后我们要去小小世界了，他们安排的非常好。他们就是乐园，如果这个点到那个点就要穿梭很久，但是他们从那个员工通道走就很方便。我们就从一个员工通道就进来的时候，就偶遇了
白雪公主。她就在那坐着休息。对，她就在那休息。那时候她已经不是白雪公主了，那时候她已经不是这样了哈。对，她还在排练。刚刚那个还是她在干嘛？她真的在干嘛？哎呀！哎呀！哎呦！My God！ 真的假的？阿曼达就说：“求你们忘了这一切，消除你们的记忆，删除，删除。Oh my goodness！ 我问一下啊，那个优酷的法务干不干得过迪士尼的法务？问一下，好恐怖的，现在吓人的。后期处理一下，后期处理。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无法印证说我究竟看到的是不是这个画面，但是一定是阿曼达说了要删除这个记忆，那白雪公主一定是做了一个我们要删除的一个记忆，对吧？她有可能在打扑克，所以交版权费也得删除。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如果被抓进去了，我如果被抓进去了，你们得保我。哎呀，真的讲了这么多，热死我了，我好紧张啊！啊，讲得好。从这一次工作，我就觉得，其实交给我们，你要不相信这个事情，真的是，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Amanda 就是很好的一个典型，对，而且每一个员工也是这样，他们就是愿意相信童话存在，才能够让圈起来的这个乐园叫做童话。所以请你们每个人都相信童话，然后才能够拥有一方心灵的净土。今天其实嘉哥讲了一些迪士尼员工的一些他们看到他们需要忘掉一些画面，其实不会影响我们对迪士尼的判断，因为迪士尼真的是一个营造快乐、营造美好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本身就特别喜欢去迪士尼玩，有的时候就没什么工作的时候都会去迪士尼里面感受，而且它真的把整个氛围营造成跟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是我们进入了员工通道，不是他们的问题。你们进入了现实世界，其实还没有在童话世界里。因为我们进入了就是工作世界。说得好哇！但是我确实觉得迪士尼这么做是对的，因为就是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冰雪奇缘》哈，你们都看过吗？看过。《冰雪奇缘》的第一部里面的雪宝是我唱的，真的。我们看的英文版。不。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 nobody 啊，然后我是竞选上的，你知道门外排了好多个雪宝，大家都在门口练，热的和冷的是那么刺激，要放在一起合情合理，每一个人都在练。然后我当时就是在那个众目睽睽之下竞选上了这个雪宝的角色，但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认识我。然后后来呢，我就参加了火星。然后在火星上，大家也非常了解我了，就什么经常什么女团舞啊，什么就开始讲笑话啦，然后大家渐渐都喜欢我了，说啊刘维。然后后来《冰雪奇缘》第2季就开始了，我那时候就想说，雪宝又来了，我都这么红了，他更得找我了吧？啊！后来我就当时就跟上一次找我的人，我就说，那个我看到第2季已经开始了。我已经把档期留出来了，我想要这一次更好的演绎雪宝的这个角色。结果他们跟我说，不好意思，刘先生，这次不能是你了，我都这么红了，他更得找我了吧？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就是他们很严谨，理解。因为现在全世界可能只要看火星的人都知道我是对，因为雪宝没有那个气质的。对，雪宝是可爱，是吧？雪宝是可爱的。对，所以后来第2季就把我换掉了。他们要还原成他们本身角色的啊，对，他们就不能带自己任何的特点在里面。对，他要找到一个在人世间容易融化的人才可以了。对，在热天的我很容易融化。
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你是怕他们听雪宝听雪宝唱歌联想到你？对，就是怕他们在听雪宝唱歌的时候，突然以为那个雪宝会 Queen 卡，那他，这可能会让人家联想，所以我就放弃了。好了，所以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回归童心，才是人生最大的凯旋。好。小时候最愚蠢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太愚蠢了。但是还是要保持那个童心，多好的一件事。对，我一直都相信铠甲勇士真的存在。哎，那得给嘉哥得给垫子吧？我得给嘉，必须得给了。给，来，嘉哥这要垫3个了吧？妈呀，显得我更像小矮人了。哎，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录节目最多的一次垫子。哇！哎呀！嘉哥没事完全不挡后面。接下来是谁提案啦？是我，就听我啊！好，恭喜，真喜庆。对，要开心，要相信啊！好，我发现，考古自己才是勇敢者的游戏。哦，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出生于就是千禧年了，然后呢，那个年代的童年记忆啊，就简单来说，黑历史都是高清的。不信请看，什么东西？大家欢迎河马卡哇！哎，这个好可爱哦。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天哪！像薛之谦在跳舞。难以忘记初次见你。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哎，你很羡慕他们的小时候。哎，我跟他也说很羡慕。我们没有，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视频的，能有点照片都不错了。对啊，我们就有个黑白照片啊。黑白，我们不是黑白，我们是黑白啊，你们彩色了。我们彩色。蔡国庆老师小时候要是别说这种片段了，像这两些都是画别人让他画出来的。说到这个，就是想说讲到考古这个词，我觉得在座的有非常多的老师，我就知道有这一趴。有非常多的考古资料是可以被看到的。正片来了哈。对，然后接下来呢是这样，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哎，什么意思啊？你们看过吧海选的视频？所有的海选视频是最精彩的、最无聊的。我也有一段。看过。电话。无双迷人的眼睛。Sorry。It's my fault。是谁啊 ？Yeah，sorry。请讲，来讲。喂，我叫什么？喂，我正在面试。真的好扯。我小的时候超级羡慕，我觉得能够在海选现场主持的主持人，都是见证过好多名场面的主持人，所以我这次就想圆一个梦嘛，然后我就想说，大家一起到07年，我们一起来重回那次海选现场看一下。现在顺时针转动，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来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海选现场，一起扭进入未来。哇！我最想要。欢迎进入快乐男声。欢迎，这里是2007年快乐男声的海选现场，大家看到我们现在非常热闹，是不是？哇！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快乐男生的海选现场来了这么多女生，但是没有关系。来，镜头跟我来这边。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选手，哇，气质超群呢。哇哦！哎，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几号，来自哪里？大家好，我就是来自西安本地啊，我叫苏醒 Allen， 很开心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哇，哎，刚刚你表演完，我看有评委说你就是长了明星脸，但是就是唱歌的时候好像有点冷漠哎。还有一张明星脸。对。你的感觉还不错，然后你嗓子也还有，另外你长相你长相又特别讨杨二老师的喜欢。是的。但是呢，我觉得你的问题呢。你唱歌那个味道不够。那个评委对我的家庭条件一无所知。好的，谢谢，让我们谢谢这位西安首富。这位选手，你刚刚是不是有抱着一台琴来到现场哈？对，自弹自唱。因为有琴的话，你显得你非常有情感。哎，大家好，我是030770号王铮亮。
王铮亮哈，我刚刚看你表演完了之后啊，评委有问你3个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还记得吗？哇哦，我是怎么说的呢？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回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哪儿来？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属于音乐的，我从音乐的世界。那你是谁？天哪，亮哥，哪个是亮哥啊？哪个是亮哥啊？对不起，哪个是亮哥？哦，是这个吗？你要到哪儿去？我要到音乐的最高点去。哎呀，到音乐的最高点去，那说的好中二啊！我天哪，太中二了，好中二啊！真的，哎，但如果现在2025年的话，你来回答这3个问题，你会怎么讲？你是谁？哦，那我还是我自己哦。大家好，我是03077号，还是那个王铮亮。你从哪里来？我从2007年带着音乐的梦想来。那你要到哪里去呢？我到哪里去不重要，关键是我现在 on the road to， 珍惜此刻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祝他成功，好不好？哇哦，谢谢。这边，对，在哭泣。哇，怎么了？怎么回事？我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从长安过来的。好还原哎，是我那年采访的那个吗？你就在这，就是你采访的我，真的假的？首先参加长沙赛区，然后在那边淘汰过来的，没有进50。那边没有进，对吧？对。所以你自己又主动到这边来。对，我昨天赶过来的，大火车。你常德的，我们现在是广州赛区，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因为我在长沙被淘汰的，然后在那里广州，然后我妈妈还借我1000块钱在袜子里面的。没关系，不要哭。我跟你说，你相不相信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什么能力？我觉得你会认识未来长沙赛区的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路虎。老虎，是一台车吧？啊，这个人我知道了，这个人就是转动我们命运齿轮的那个人。那如果让你跟他比较的话，你觉得谁唱歌比较厉害？那肯定是我。很有个性，谢谢你哦，希望你越战越勇，然后期待在决赛舞台上看到你，好不好？谢谢你啊！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哈。这位应该你还没有到年纪吧？算了，这边。怎么了？真的是个瞎子，还没写完了我。哎呀，哇！哎，可以采访一下你吗？可以呀。你好，哎，这里是快乐男生海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过来干什么？选男朋友。选什么？选男朋友。找男朋友。那你有看到吗？我们刚刚选了那么多的选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标准？我个人比较喜欢红头发那个。红头发那个欢迎来到《非诚勿扰》啊！我觉得这个男生一看就非常有冠军相啊！你冠军吗？你是？啊？哦，借你吉言，希望他下次最后得亚军，好不好？嘉哥，你在这里！你好，你好。哇，好吓人哦！哇，嘉哥是这样的，因为经常知道嘛，刚刚那个哭泣的少年说是你采访了他嘛，那我听说你在后台有壁咚他，哎，这是怎么回事？我想问一下，我明明是这个赛区的外景主持人，请问你是谁啊？他抢过来！你从哪里来的？请回哪里去好吗？确实，那个王栎鑫那个采访，我是自己也有在考古上面发现了，因为王栎鑫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激动的哭了，所以他一直要逃离那个现场。我希望留他下来，我就一直怼着那个墙，他不可能从我腋下钻过去嘛。觉得在这边，有没有想到会直接拿到？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后面网友就说：“维嘉哥好敬业啊，为了完成这个采访，宁愿壁咚王栎鑫，也要把这个采访完成下去。”可以这样的。辛苦了，嘉哥，谢谢你。对，但是真的那一年认识这群朋友真的很开心，而且看到他们越来越好，更为你们感到骄傲。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嘉哥。哇，果然话筒还是要在自己手上才比较有安全感哈。难以忘记初次见你。这里发现。来，稍一等，这选手们，喂，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有更好的。是什么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我的情人，我的心，我的灵魂，给一个人。谢谢你的表演很用心。你呢？你好。大家好，我是枪族小夏，枪族小夏。我再来一段我的那个即兴创作。不要抢麦，不要抢麦，这个选手。想告诉你们，我在参加快乐男生，请你们多多指教。骰子进他嘴巴里了，有病！谢谢。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的外景采访就到这里了。想要知道202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不要走开，举起你的右手往前伸，让我们再一次逆时针滑动，一起期待美好的未来吧！好棒的主持哦！我做到了，他很有信念呢，自信。没得死。好完整的一段，一瞬间让我们回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冯喜给他一个垫子，我决定啊！哇，我最后一期终于拿了垫子了，来，谢谢宣布局，谢谢，来喽！谢谢蔡老师，谢谢，好棒！哇！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有很多片段，其实很有意思，包括蔡老师有一段，我经常看，常看常新。什么？谢谢你的夸赞，你的夸赞让我兴奋激动。谢谢你的夸赞，你的夸赞让我兴奋激动。你的说唱实在是棒啊，棒，我无话可说。蔡老师，你那个时候 freestyle 你就是随便就来了哈，我感觉你很擅长这个，但是又。干什么？不是，我也没想到那个选手直接从台上都冲下来了，直接把麦克风就给我了。你这是什么都敢赢哈？啊，我好想听。要，蔡老师，你来说一说，来到火星情报局是什么感受？今天来到火星情报局，看到了一群我的好兄弟，他们个个都是棒棒的，我要给他们发送到火星上去，坐着马斯克的火箭去，每个人给他们发一个快字，他们飞得再高也可以给加回来，什么？加回来，而且是筷子，为什么？哎呦，我真的 get 不到了。哎呦，太好笑了，老师你太好笑了，我要疯了吧！所以我觉得这种考古的这种东西，其实的确是带给你很多的一种回忆吧，也是开心啊，快乐。是。接下来到了我们的苏醒，哟，我发现，每个地球人都需要拥有一份 say no 的清单。说到这个清单啊，大家平常都习惯于什么人生的体验清单、幸福清单、心愿清单、旅行清单，有没有？这个酷爱旅行的朋友，哎，但是今天醒哥说一个 say no 清单，就是把你们每一个人不想做的事情放在清单上，并且去执行它。这个好，不想做就不做，这个好不好？那么我的第一条 say no 清单就是不拍 VCR。VCR 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部啊，在圈内找艺人录 VCR 是个很微妙的事情，咖太大不好找，因为你不好跟人开口，不好意思，对吧？或是说你找不到，就你不认识，得通过层层的关系找到一些大咖，比如说老薛。你千万别了，你找我就是一个微信啊，打字。我俩有微信那么多年了。我没有一次让他帮我录过什么 VCR， 那还真是，是不是？真是。甚至有一些什么那些演出商啊，就很没有眼力劲儿。哎，苏醒，帮我问一下薛之谦的价格，我直接帮你挡掉。我说我只有他的1/2来找我，好不好？你已经涨价了，居然有1/2，以前是1/3，就是反正大咖不好找嘛，对吧？那小咖其实也不好找，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小咖知名度一般，你找他录跟没录一样。我也没有找过。不是，你往哪看呢？手往哪边摆？所以像我们啊这种，我们是什么？像我们这种啊，什么性质呢？就是你找也找得到，
哎，还好说话，然后呢又有那么点小用，算有那么点知名度的艺人，最适合录 VCR。我们不是大咖，不是脚咖，我们是常年给各种人录各种 VCR 的 V 咖。V 咖。艺人这个词在国外叫 artist， 我们是 VC artist。VC artist， 哎，有点意思啊。有时候经常有一些朋友找来，我就想拒绝，但是找不到理由。就很多时候，你说你跟家人朋友在一起啊，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对吧？你正吃饭逛街呢，突然发我一个微信，哎，老苏很紧急，赶紧录个 VCR。但是我真的是那个时候不好录嘛，然后他来一句很厉害的，没事哥们儿，你拿手机随便一录就很帅。我是希望得到一些认可的，这个时候。对不起，给慢了，对不起。你说这个话就让人很无语，对吧？我手机随便一录，哎，你交差了，我呢这个又丑又矬的，在哪个不知道名字的门店面前，对呀，他的屏幕上反复滚动的播放，对呀。我之前就帮一个朋友录了 VCR， 录完之后呢，他未经过我的同意，擅自加了个 logo 啊 ，logo， 哎，而且我就想问一下这些工作人员，你在加 logo 的时候，能不能考量一下艺人的气质跟品牌的调性是否适配？就这样的 logo 加在我头上，真的合适吗？各位，请看一下屏幕。Is this true？ 其实前面2个字还能理解，但会真的太多了，对他来说。美胸会，你看这个英文 Beautiful Breast Club 怎么念都不好听，那跟我不适合，对不对？这也是我很苦恼的地方。怎么办？为了找到一个能不耽误事情又不消耗人情的方式，咱们一劳永逸啊，来都来了，在这边我录一句，有需要我录 VCR 的朋友，以后根据这一句话进行剪辑，各取所需。来，给我一个机位，谢谢。这样都能行啊？Hello， 我是 Alan 苏醒，祝你学习进步，事业有成，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开业大吉，新片大卖，2025天天开心。他这个录这 ID 吧还好，就别人提前给你打招呼。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直接拿手机给你视频。有，啪，那视频就来了，你一接，哎呀，蔡国庆啊，快看呀，维嘉大哥在这儿啊，你认识吧？是，哎呀，在这，快点，你也给他们。是哈啊，新年快乐！蔡老师，今天我这个事儿刚发生了一次。今天，因为今天蔡老师来了，我去给他那个化妆间打招呼嘛，我一进去。欢迎蔡老师来到火星情报局，蔡老师直接拉我去视频。杨迪，来，嫂子给嫂子打个招呼，这是庆宝。蔡老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呀，蔡老师。我还这样拒绝，欢迎蔡老师来到火，嫂子。他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当时正太是时候了，正好我在跟我的老二庆宝在视频，你就蹦着进来了。我说庆宝，快看你喜欢的杨迪哥哥来了，来，就整个莫名其妙在那儿。这不赖我，这不赖闯入镜头，误闯不算，误闯，逐渐闯入镜头想出镜。继续。好了，第2条我的这个 say no 清单啊是不借钱。先要说一下这个网上之前对我有一些谣言。什么人？这个谣言造成很多网友对我的认知有一些误区。怎么样？就觉得我很有钱。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是比谣言还要有不。就为什么要造呢？这个谣言就是事实啊。说实话，借钱啊也是找一些比较有钱的艺人朋友借钱，好吧？不要找我，没有必要。我不是哭穷，而是实际情况，也就是这2年有一些工作，大家都看到，对不对？之前的10几年他没什么工作。所以这2年赚的一些钱是填了之前的坑，加上还有这个家庭要照顾，公司团队要经营，还有一些宣传啊、投资啊，需要很大的花销。内娱最困难的啊，就是这种3线，说高了是吧？4、5线到18线的艺人们赚的不多，开销不少。你跟哥说呀，关键的时候你跟哥说啊。哎呦，直接跟哥说，哥给你365个福袋。里边都装着满满的祝福啊！谢哥，祝福弟弟就省下了哈，莫名其妙。话说回来啊，如果一定要借钱的话，我有2个个人的条件：第一，要有交情够深；第2，要有偿还能力，而且2个条件得同时具备。
如果没有交情的话，你不如去投资，好吧？你是要他就是还得出来的话，是当场还得出来，是吧？那倒不是，借给我以后马上就还给你。那不是，那不是。那如果说有交情，但是呢没有偿还条件的话，那就不要说借，你就是送。那这个性质就变了，因为是送的话，可能我送了你之后，我们的交情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哎呀，这么说也是。总而言之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活得更洒脱，就是鑫哥所希望看到的。也可以给自己列出一份人生的 say no list。最后呢，送大家28个字：人生漫漫皆辛苦。哎呦，自己最该被呵护。哦耶！上厕所时才脱裤，没啥必要就说不。谢谢。好。上厕所时就脱裤，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借钱的这个事儿，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你借的不是钱，人家给你的也不是钱，给的是他的真心的信任啊，是这样子，那个比钱要重100倍。所以还有一点，听我讲，出来了。如果说蔡老师在那讲不了话，蔡老师贴着讲，蔡老师他的你要这样贴着讲，坐腿上讲。借你钱不还的人，你放心，他未来一定不会有好下场。我没想到蔡老师走过去是一段诅咒，这么语重心长的来了一段这么狠的诅咒。因为所有的人自己挣的那个钱都是努力换来的。是的，是的。你像苏醒他们0713兄弟，他们努力到什么份上啊？他们努力到无能为力了，还使劲努力了。也没有吧，也没有那么努力，蔡老师。蔡老师，不要再诅咒了。什么诅咒？您在说什么？蔡老师，我想问你，有人问你借过钱吗？有人问你借钱，你就给你送祝福。我跟你讲，有一次我有一个事情，我记得真的好笑要死。有位朋友拖过来，就是你们的路虎虎子，超级好笑这事情。路虎也是好心帮别人忙。有一个人他说，哎，学，跟你说个事啊，我朋友是做耳返的，然后呢，坐在身边质量好，给你一副。我说，哎，我不用，我说我今天要些我自己什么品牌，我自己很了解了，我听惯了，不用了，谢谢啊。没事的，朋友给你的，没关系的，你就当给我个面子，不好拒绝。我说好，那就拿一副过来，我试试吧，好不好？拆开了以后，打开以后就想用一下，一听以后，哎。就表面看去不错，听起来还是也是一般的，就是也没有好到什么程度。结果过一阵子哈，大概1-2个月，你知道他打个电话来干嘛吗？干嘛？哎呀，薛老师啊，是这样的，那副耳机啊，你如果平时不太用的话啊，是不是没用？我说对，那麻烦你还回来。有病啊！我本来就不想要嘛。你懂这种意思吧？但是但我肯定不可能不还的。我说我找一找，后来找好，我真的是找了好半天。后来我就忘了我到底是赔了钱了呢，还是没找到，不知道，还是把那个耳机还回去了，就这件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就很害怕，谁给我寄什么都不行，我只收那种就是比如说哎大闸蟹今天晚上吃掉了，他要不回去了我就收啊。害怕了嘛？遇到这种事情真的很尴尬，就是你的朋友托朋友，这不是虎子的事情。说到这个啊。有一次我出行跟我的朋友一起在地铁上面，然后呢他就看见一个美女，他就是那种很害羞的男孩子，他说兄弟，帮我要个微信。哦，让你需要。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已经是艺人了，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就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懂了，那很尴尬了。对，我其实很想拒绝，他一句话给我杀死。他说怎么参加节目飘了，不帮兄弟要了？你变了，对了，他会说对，然后我就去了，我说美女，我说我那个兄弟啊，你上手直接上手，美女，我没有，我说我那个兄弟，他那个比较害羞，他不好意思要你微信，你可不可以加个微信？他看了我一眼，他是被嫌弃了，对他觉得我是变态一样，因为我戴个口罩，戴个帽子，是有点像。后来就没有要到，然后他就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我就说以后这种事别再也别找我。哎，你走过去说美女要录 VCR 吗？大家好，我是石凯，来你加个微信我回传给你，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哎呀，对，这招很厉害。OG 业务哈，用业务的方式。60后的哥哥真的想问问现在的就是你们那个女孩子，真的如果说有男生要这么样用这种形式来跟你们要微信，你们会加吗？不会，
老师不一定的，很有可能他们在骗你，对吧？那手机呢？我手机在这儿。来，你们都说我要加微信不行，都不要给是吧？那我觉得，哥加微信，加我微信，加我微信，加我微信。蔡老师，这我的手机，蔡老师。我还以为我的那个。你的在这儿，你的我开了2个。蔡老师2个手机，你们加哪个？不过借着石凯这个话，我真的想说，其实今天我特别高兴，就是你们敢于对这种事情真的说 no。这种事情，反面教材。关我什么事啊？我也受害者。是你该对你哥们儿说 no， 但是那个女生对你说了 no 也是对的。这种事情 no。无论中国的社会怎么变，你们的交往方式怎么变，随便加微信的这个事一定要敢于说 no。是的，好好的保护自己非常重要啊。好。就我觉得这个提议都非常有共鸣啊，还是要给苏醒加个垫子。我加垫子。苏醒，你自己知道做法了吧？谢谢薛局长，请让我们的老大满意啊！对，按照那个姿势啊，来。哎，说实话，哥哥，就是同样的做法，咱俩可能不是一个感受，我还是好好做吧。开玩笑，他脚不落地，他坐上。谁脚不落地？你往后坐坐，哥，你往后坐坐。往后坐，我的脚也是可以落。腾空了。哎呀，我们的蔡老师又给你一个，来，请坐。好，哎，不是一个就可以了吗？可以这样上脚踩上去，脚还挨得到吗？脚还挨得到吗？飘了，我飘了。人在高处的感觉真好。选择不做什么，其实有时候比选择做什么更困难。对的。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像苏醒一样列出一个自己的清单，选择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勇敢 say no， 好不好？对，勇敢的 say no。说到 say no 清单，美素佳儿也有一份 say no 的清单，就是不用激素，不用人工化肥，不催牛产奶，不定产奶 KPI。奶牛2255天超长自然放牧，吃的是天然生长28天15厘米高的黑麦草。哇，比我吃的都好。美素佳儿的牛牛生活的是如此的幸福，只为能产出天然蕴含活性乳脂因子群、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高品质好奶。好嘞，同学们，哎，好的，那目前的体验呢已经过半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不好？大家 ，OK。那我们下半场的提案开始了，接下来是哪位特工来提案呢？要不就王栎鑫同学啦。好的，越长进，越开心，越新。今天绝对不会错了。今天不会什么？喂，我的话筒有声音吗？哦，今天状态不一样哦，嗓子绝对好，今天。哎呦我，哦呦，我发现，哇，很多地球人怎么样？都跟自己一点也不熟。什么叫做跟自己熟呢？哎，什么道理？就是你得有自知之明。嚯，自知，哎呀，自知之明了。对，自知之明就是相对应的，就是你跟自己不熟，就是你没有自知之明啊。明白了，你眼中的自己跟别人眼中的你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天哪！我觉得我帅，别人觉得我哎，别人觉得你不帅哦。对，你太帅喽，太帅喽！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独立。这个独立体现在我的酒量上。哦，就单独一档，什么意思啊？你像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你的风格。是我的酒量是比 Alan 就是差了38个薛之谦，但是是这样的，我喝多了，我这个人特别安静。安静哦。就是我会自己安静的睡觉，睡着，就是不闹，不闹就睡着了，不闹。但是朋友觉得我需要被照顾，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一个朋友，他家跟我家顺路，就你喝多了以后，他送你对吧？他一定要送我，他一定要送我，明白？然后呢，男生女生啊？男生啊，又开始，这要问一下吗？问清楚吗？确实，然后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呢，我就下车，他就跟着我，我送你上去吧，我说不用。哎，我送你上去吧，不用，我把他往车里一塞，走，把他送走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暴走，
暴走，不是把那种马路上不认识的姑娘抱走吧？不是这种暴走哈，就是单纯自己暴走啊。然后第二天呢，一个非常温柔的女生，声音的声在我耳边说：“小伙子，小伙子，哇，我没有睡自己家里啊，我睡谁家了？天哪！” My God！ 我睡在了我的家跟我那个朋友家中间的一个小区门口街边的一棵树啊！我抱着那棵树睡了，睡了一晚上。那个树在喊你，小伙子，小伙子，环卫工人，环卫工人把你喊醒了。一个姐姐，环卫工人把我喊醒了，小伙子，你是几代的呀？丐帮几代长老啊？你看啊，朋友觉得我需要被照顾，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我很独立，我可以自己睡觉。哪怕跟一棵树，所以我是真的是个值得交的朋友。为什么？哦，这个话讲到这的话，我就有意见了。哎呀，所以呢，我们俩还有故事吗？你什么意思？好播哈，讲一点点只有我跟他之间的知道的事情吧。两人。所以王栎鑫老师，哎呦天哪！你觉得你跟我熟吗？熟吗？好像不太熟啊。你觉得我看着眼熟不？啊？看一下，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换装，叫醒他的是你，在那棵树下面。什么故事？什么故事？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善良，好吗？善良。我的这一份善良已经被扼杀在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了。什么事？那是一个冬天，就是几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冬夜在下大雪。下大雪，认真吗？那个雪？应该是很认真，超认真，认真到爆，有情绪的雪，姜黄色的雪，看上去很不卫生哎。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大家的聚会 party 来一起。我那天走得很早，然后大家还在哇都喝的时候，然后我就准备就走了。然后那天我非常清醒，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画个大字，雪地里啊。没有，当时在那个好像是那种屋里，对，在那屋里啊，这样子汤气，然后所有人都哇开心哇开心，就你懂吗？就是这个画面上。然后我要走的时候，因为我就在想，哎，我说他怎么办呢？因为其实当时那个情况下是应该没有人能顾得了他了，因为大家还在高兴。那个人就是他，对他就是那个酒量。差到我的妈呀！我当时心想，这个样子没得必要出来喝，真的。在吗？要出来。这种酒量在家里闻点酒精湿巾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了。你这个酒，我觉得人如果你要出来跟大家社交啊、喝啊，你要会保管自己的，真的是，你不能保管，你丢到那儿，哎，啥子意思啊？而且还是这样，对吧？对呀，敞着。我怎么办呢？因为我要提前走，那一刻我就想着，好，那我送他。对。然后我先说一点，我们是在刚刚进入那儿的时候，大家全坐在一张桌上，说，哎，大家相互加一下微信，这样我就跟他有了那个微信的。才加到微信。对。然后当时就说送他好，然后我就让司机进来，我说把他架走啊。然后当时就问了他到哪里，哎，他那个时候他能说，哎，可以，他能说清楚自己哎，这一点还是好男人。好，当然我就把他送走了，送走这个事情就过了。过了。就真的就过了，他就远去了。第二天不好意思，连句谢谢没得了哦，今天没得，明天也没得，后天也没得，也没有答谢，也不记得，没有一句谢谢，没有一个转账。集合啊！转账，车钱，油钱是不是？油钱。不，我的意思是你叫个代驾，那是不是还要付个费的？哎，代驾也有一份转账呢，对吧？也有份感谢。没有，我在用我大凉山的热情和我大凉山的善良，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这是一个负心汉啊，我的朋友们。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兄弟交不得。所以我也怀疑你们几个兄弟伙的这个感情。他是喝不得，确实，这个兄弟可以交。听我说，关键是不记得，我不知道你去了。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谢谢他们？没有光吗？那天晚上没有光吗？你是怪我当天晚上没有那么高调，没有那么漂亮，没有那么扎眼啊？根本就记不住。
有没有可能你们是在黄昏相见的？你只看到他一排牙而已。I'm sorry，I'm sorry。真的，那如果知道的话，那不说真的是没礼貌，那是我的问题。所以你以为你怎么回去的？那你怎么回去的？你知道吗？田螺姑娘。对呀。哎，你怎么会喝到这个程度？你是谁都不知道吗？真不知道。但是我只是你萍水相逢的朋友。嗯。我觉得你就是面子上你都该记得我。是，我真的记得了，我一辈子都记得。你要记得。记得。这个世间人情最贵。说吧，你要多少钱？你说。现场转一个。我这个人很难搞的。谢谢。请我吃饭。肯定请。喝我就不喝了。我们喝你闻那个酒精湿巾就行了。对，带那个就可以了。一下就可以了。我请你们喝，好。好啦。谢谢。那就这样哦。你要记得我哦。真的。辣妹送过你哦，大凉山的善良你要记得哦。辣妹小心。你酒量不好，跟我一样，就像我一样，不要嚣张。以后在家喝茶嘛，兄弟，求求你喝点茶。天天那么嚣张，在搞什么嘛？好了，换个话题了。好，我酒量是不好，好吧？但我是个成熟的人。哦，为什么？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这个0713再见男团啊，就是最近几年确实好起来了啊，好起来了。而且我们哥哥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和成长，都变成了就是更成熟的人，变成了更好的艾伦哥、亮哥。你不是在乐的哈？我正就业呢。以及宝宝哥，你是宝宝哥？宝宝哥就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哦，宝宝哥。喂，我今年是本命年，36岁哦。36岁叫宝宝，我是48岁还在叫宝宝呢。你哪是宝宝？你是主公，我是宝气。算了，宝宝哥不过分，但是我依稀的记得有几个喊我儿子的也在那吧？是不是也是你们？妈妈爱你。对，妈妈爱你。啊！我是一个这么成熟的人，喊我这么可爱的东西干嘛呢？那你长得可爱啊。但是你们知道吗？喊妈妈爱你的这些小女生啊，她们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但她们喊我儿子。那你要把你女儿叫阿姨啊，辈分上来讲。你辈分好低啊。爷爷。烂梗。爷爷，我来救你了，爷爷。不要教坏小朋友，莫名其妙。我来救你了，神经病。不是，没有，他们只是一种。太疯了。他现在是不是你喝多的状态？是的。他可以吐出几个骰子出来。啊，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不在于别人怎么评价，而是在于自己怎么认为。所以我就认为我是一个酒量，我没有酒量，独立且成熟的男人。跟0713的兄弟们，我们感情很深哈，但是唯有我就跟月薪，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就到了就是非常好的情感，就唇齿相依，我现在蔡老师，你说清楚一下，说清楚。因为我们在这个 P 哥的这个几个月的相处当中哈，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刷牙，就每一次用的时候都觉得，哎，我说我这牙刷怎么好像沾着水啊，有点对，完了。后来我才发现是月薪一直在用我的牙刷刷牙。好恶心啊！怪不得唇齿相依。你这个有点过了吧？我真的，感觉前辈的牙刷太过分了。月薪的牙刷正好摔到那个他的牙缸的背后，我跟他不知道用了多少天都用同一个牙刷。我服你了，你这个是啊，你这个人他这个人太过分了。那蔡老师你没醉吗？一模一样的颜色，统一的。统一的，白色的，很像发的，这是过牙的交情。其实我喜欢他们这些兄弟，就在于他们在那个快乐男声比赛的时候，到他们哪怕面对低谷、面对沉寂的时候，到他们重新在逆风翻盘的时候，他们就是初心不变的少年。棒！所以无论经历多久的岁月，仍然保持那份真我的那种善良和本性。所以我也觉得不必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最重要的是做自己，让自己发光发亮。吉祥的光照耀世界。那么也给月薪一个垫子，好不好？好，谢谢。来，他在这儿。
你在后面可以眯会儿。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亮哥提案了，王铮亮，亮哥。OK， 我这提案今天可能就是反正会很快，也可能很慢啊，就看大家进度啊。来吧，你那衣服做搓着了，往下蹬蹬。他就是那个设计啊，这个设计，我刚就想拉来着，没有用啊。蔡老师，这是设计，蔡老师 fashion。蔡老师，你那么 fashion 的，你那这是蔡老师的西装都没褶儿，蔡老师的西装都是熨平的。来，开始了。我发现我努力错了方向会产生反作用。今天讲的是就关于我跟我老婆谈恋爱的事情。哇！哎，讲，从来没有说过啊，这个事情有点好奇，有点意思啊。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啊，我跟我这个夫人恋爱就像一个落魄骑士爱上公主的一个事情。怎么说呢？落魄骑士，落魄，骆驼。对不起。夫人其实当时她是那个茱莉亚音乐学院在美国的那个研究生。哎呀，厉害！她是应该是算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了。她跟我谈恋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身份其实就是川音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讲师。那你看看，看哪里啊？看上你，可不可以不要乱接？看上你了，看上你，你还蛐蛐我是吧？看上你，蛐到火星上来了。那好棒，看讲。因为他的这个路线规划吧，本来是比如说一家人，就是父母对他的期望，然后就是说想他在国外好好的生活发展。你看都在纽约嘛，然后但是因为我，然后他放弃了在国外的发展。哦，真的！我天哪！然后就回来，一定要跟我在一起。哇！天哪，天哪，真的，他怎么想的？就是别，他，你看嘛，他这么想啊，太棒了！你看，大家看到我07年的时候那个照片，长那个样子，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当时刚刚参加比赛，还没有，那更不应该了，更不应该石凯。所以其实对于他父母来说，其实一开始是非常反对我们。我就在想吧，那我必须得获得他们的承认，我得努力让父母来接受我吧，对不对？必须的。那既然他们父母特别啊，就是岳父岳母特别疼我夫人的话，那我肯定要对夫人很好，是不是？哎，没错。这样看着他们就会心里舒服啊。于是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吧？我努力了，开始努力，怎么说呢？他们家开车的时候一直是岳父在开，岳父的开车技术还不错啊，只是说有时候刹车的时候踩得有点猛，转弯的时候有点急，让人有点小小的眩晕的感觉。那就还不错，这样叫不错吗？头上都是包，全家都是包，漂移的，开车都是用漂移的。然后呢，我就想的是，那这样岳父就不用开车休息一下，对吧？我来开嘛。就为家里不用劳驾了，劳驾就是我来当这个司机嘛啊！好，我来开几次之后呢，然后我老婆就说：“哎呦，亮哥开的挺好的呀，完了，开的比我爸好多了呀，完了，就是可能岳母啊，然后女儿都觉得还不错，对，但岳父就觉得怎么了？嫌我开车不好了吗？男人的胜负欲上来了，有点被针对那种。包括家里的什么家电要维修的时候啊，或者是电脑要维修装机啊什么的，哇，我蹭的就冲去装，然后。我岳母就说：“哎，这孩子不错啊，很灵性啊。以前他们爸都会修装这个还装的挺慢的，以前啊。然后这爸又不开心了，被比下去了，心里又难受了。岳父说：这孩子装的好，挺装的。哎，有点这个意思。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因为岳父被你说的气量这么小，不是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岳父好像气量也有小，能力也一般哈。”一直在说岳父坏话，没有，就是他没有那么的明显，没那么明显，因为一开始是不接受我的嘛。你还没原谅岳父吗？把握。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换一个方向努力，方向错了，那我。方向就朝着岳母先去努力一下。你弄岳母，岳父更。哇，你好夸张这个人。
因为我就感觉岳母对我是有好感的，那就是乘胜追击的这种感觉。这是什么理？我没懂。我肯定要就是把家人要一个那种，就是你要让他们承认你嘛。然后我就呢，岳母过生日的时候给她买了她，我就觉得还不错，有显年轻，但是有一些潮的那种衣服。哎，她老公啊，就是岳父的时候就给她买了个。她老公啊，是啊，是啊，好乱哦。这位是岳母，这位是她老公。啊，对，没问题，对，没问题啊，没问题啊。然后就给他买了一个补品。岳母就说：“哎，你看这个亮亮还知道让我觉得年轻啊这种的。你看你这个只给我买了什么嫌我老了，就这样就这样。哇，又惹到他，又惹到了。哎呦，就我真的不是故意这样的，你是故意的。你看我这种努力就是反方向的有问题。对啊，他越说我觉得他真的讨厌岳父。真的是这样啊，是吧？不行，我说我这样不行，我感觉就是岳父不要产生误解，觉得把家里的2个女人就对啊，都为你是不是啊？那不能这样。天哪！最后我就想，那我必须要拿下岳父，拿下他。然后呢，我就在想，哎，岳父喜欢什么？我先想一下。哎，这里有人知道了，是不是？喜欢网球哦，你去拦网，给他喂球。嘿，我就说我去学网球。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你想学网球是吧？来，过来，你到对面来，先练拦网。”拿着球叫我在对面拿着球拍，我刚刚练，啪就给我一下，然后高压又给我一下，一个拦截一下，你朝2边跑，你朝我2边就那种，就觉得他不是在打球，他是在打我，撒气呢，就感觉有点那种。然后打完了之后呢，要不然说，小伙子，你这个球技还得再练练。他都管你叫小伙子了。对，那个时候肯定是小。刚开始的时候叫小伙子嘛，还没结婚呢哈。但他那时候好像也看上去不像小伙子，他那时候看上去真的像大叔。对。那时候他跟他爸爸看上去是分不出谁年纪大的，2个人都在湖那边打，以为是老年俱乐部。开玩笑了。后来的时候呢，我呢就在北京，我咬了口气，我在北京找教练。然后呢，我1周打3场球。然后后来以至于我在北京，后来我也拿了这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他们知道。哇，打这么狠了已经，哇，打到那种了。但是呢，最后我还是要说，在关键时刻，哎，对，还是要输给他。这个是球拍。这个时候呢，我输了，这样子。哇，这样太挑衅了吧？就说。小亮打得不错啊！下次没有必要我们俩对打了，下次我们俩双打一起打别人吧。打别人，真正接纳你了，是自己人。就说明什么呢？这次我努力的方向对了，终于正确了，是不是？所以拿下了岳父之后呢，一家人呢都是非常的幸福美满。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因为我们选对了方向，那么这个努力的话，就会让各自非常的幸运。谢谢。2个人就很顺利的拿下了小区的老年组的冠军。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特别的注重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和努力的方向。哎，过年那阵儿啊，我和我的爱人一直琢磨着怎么给岳父岳母送个啥，什么新年礼物啊，给家里增添一份过年的喜气。那么想到了呢，刚才我的岳父特别喜欢打网球，而且他的日常的这个运动的强度也非常大，更需要深睡助力。所以呢，我决定给他们送一个喜临门的床垫，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我们年轻人离不开的深度的好睡眠。过年那段时间啊，家里就像加了一个幸福的滤镜，到处都是喜气洋洋。那么有深睡的加持之后呢，岳父打网球呢也非常的带劲儿了，在球场上呢更是快要把我给打趴下了。这床垫啊，总算是送到了他的心坎上了。现在大家都忙，送喜临门床垫就是带我们陪他们的每一夜。好棒！谢谢，太棒啦呀！过年大家希望大家多送床垫，好不好？越送越高，让家长越睡越高。蔡老师有那种努力错方向的事情哈？是啊。人呢有很多的要去努力的方向，比如说你要在情商上要知道怎么努力，然后同时还有一点，人要有非常好的财商财商理财钱财的财啊，财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哎，这话说的对啊，对，所以要学会理财。然后我很早的时候也买黄金，比如说儿子今年从他1岁的时候给他买一个这个20克的，2岁的时候比如说买了一个
50克的，50克。哎，到10岁的时候就买一个100克的。哇，这样增长下去，他到了大概40岁啊，30岁左右，他有1吨的了。1吨。去年的时候，黄金啊不断的在涨啊，就是当时我给他买的时候，比如说刚320一克，然后后来涨到400多一克，400多一克了。对，有一天我突然看到涨到530一克了。哇！想把它都卖了，卖了，什么寓意？我爸爸卖了。当时我就跟儿子说：“我说儿子，今天爸爸要去干一件大事儿。我说快点。”把你那个你自己收的那个抽屉里的小金条都给爸爸找出来。他说爸爸干什么？我说爸爸打算把它给卖了，给你换一根大的。我就这么懵的。我那天真的就像什么鬼使神差一样，就你死活就想把它全拿过来，全给他拿过来。拿过来之后，我就跟着这个孩子妈妈我们一起把它卖掉。然后呢，我那天也是，平常我开车。就是我开的很稳。那天啊，擦，哎呦就快，一直擦挂啊！我就怕那个530那个价格过去，别再跌到。我老婆说：“你今天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这个530是很难达到。”我说：“必须要赶快给它卖了。”到哪儿特别赶快，立刻就成交了。成交了之后，哎呀，开心。回到家之后，从530一下涨到580，就2小时。哇，还是开太快了。哎呀，我就说，那你已经很不错了，你算理财理得厉害了。你傻呀？不想你卖580吗？那还得都是再等2小时都是580。那你没办法，530很高了，已经可以了。现在金子价格是多少？此时此刻。现在搜一下，我们看一下蔡老师亏了多少。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金价。这气死我了，简直是。620，对，当时卖了3吨8，我就把我卖了360克，300多吨，他的车整个是竖着开过去的。这个故事是孩子的金去哪儿了呢？没了，那后来钱呢？钱在啊，钱给孩子了还是给自己了？对啊，还在我的卡里呢。那你这个太忽悠了，这就是小时候父亲母亲帮我们攒的压岁钱。但是爸爸说话是算话的，我说了要给爸爸，不是给爸爸什么，给儿子换一根大的嘛，大的一个塑料的金箍棒。问题是现在刚想买又涨了，觉得贵；刚想买又想买又贵。现在开始骂孩子，为什么当时要拿出来给我？我要你就给啊，笨！500多了现在，还想要更大的，做梦！好无奈啊！所以我想说，真的，就人生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哈，年轻人你选错方向，其实没有问题的。就算是你们选错了360行，哥哥仍然给你们送365个祝福。好嘞，对，但是关键最重要的是要勇于去努力，不断的去试错，最后像王铮亮一样选择到正确的方式，然后去获得他人生的一个新的那样的一个胜利。所以姑娘们、小伙子们都要加油，敢于尝试，不要怕错。好，那我们下个天是谁了呢？石凯，好不好？哎，就我了。石凯来了，加油！我发现，有些地球人身边需要带翻译。啊？怎么？外国人？Translation。就我经常我的朋友要帮我翻译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明明说的是中文啊。在圈内呢，经常当我翻译的录节目的就是何老师，经常会当我的翻译，因为比如说我们就聊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说，哇，那个人我真的讨厌他，我真的觉得他在里面太坏了。然后何老师就会说，哦，他没有那个意思啊。他是觉得那个人演技很好，演得坏，他认可他的演技，他很喜欢他。哦，这翻的是的。认识我的一些朋友啊，可能都会觉得我不太会说话，因为我说话就容易得罪人。就比如说在拼斩集啊，以弟弟的身份进去了，因为这一次做了一个哥哥和弟弟的一个对撞技，就要有火药味嘛，就要放狠话。哥哥弟弟有火药味 ，OK。对，就这种，这香不这个？就这种。我说我要在舞台上干死，你知道吗？就这种。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翻译来了。我上一期只是让老薛帮我递了壶水，
你刚刚这样，以后娱乐圈不要混了啊，不要混了啊。他打个比喻，你也太燃了，就是放狠话，这大概这种整节目效果。节目效果你整满了，整太多了，太多了，效果给到已经没人敢笑了，没人敢笑了。这是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哇塞！然后就导致身边很多实习生妹妹啊，叫我化妆的时候，我怕你。哥，可以去换衣服了。啊，就很小声。对，就怕我凶他干嘛的？你又听不到，大声点。对。哦，太凶。没吃饭吗？大声点。大声点，没吃饭吗？什么事？对，开玩笑。化妆不去化，让他过来给我化。我的盒饭呢？我的盒饭。谁炒的菜？小炒肉。要吃饭，要吃饭，没有必要啦。该不该不给不录，就大概这种。后来我就有收敛一点，觉得可能火药味太足了呀，然后很多哥哥都不敢接近我呀，然后导致每次 PD 从你旁边过哈。不是，对台，不是，他不是，大哥，你的麦。我调老师，我调一下后面的耳机线，不准！神经病！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我自己走。到后面就是开始公演之后，然后因为我是队长嘛，然后当时胡夏也是队长，然后胡夏的他们部落说他们有个成员走掉了，我就也不会说话，我也不会安慰人。你说了什么？队员刚走啊，我们回到宿舍，他们还在哭，可能他们还在那，胡夏还在那，他们很伤心很难过那个队。我就安慰胡夏说，我说，下载你要，我说，没有，嚣张嘛要对吧？没有，我说哥，你要是再这样，我说下次淘汰的还是你们部落的。我当时说完以后。我都在扇自己，我说我在说什么？闭掉，把自己闭掉。然后我又不能显得我很傻，我说对，下次你们就是你要再这样，下次走吧，还是你们部落的。这个时候胡夏也燃了，我说是个你，真的假的？真的，我想安慰他来的。我说打起精神，我们下一场公演马上就要来了。你其实想让他振奋起来，可是你又说错了方式，对吧？想鼓励。对，就想鼓励。其实很简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让你的翻译，就是你身边的工作人员啊，去帮你去解释你自己的。你让你的工作人员举枪来，3位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排在你后面，你出去，对，你就说 sorry， 然后你后面就像千手观音一样。神经病啊！哎，够了，神经病啊！怎么样？厉害吧？是，态度也有，但是我很谦逊，千枪观音。后面呢，我就不敢说话了，言多必失，就干脆不说，干脆不说了。后来又说了，说好的不敢说，但是忍不住不说。其实你刚刚前面那一段没有必要自己铺垫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胡夏，第二个受害者是海涛哥。海涛啊，海涛那一期也是啊。哇！大家每天见到海涛哥就是，喂，对，他就被网友攻击嘛，然后当时他就很脆弱啊，对，很多负面的那些。当时他想被淘汰，我真的想回家了。我说哥，我说你就说你该不该被骂吧。啊？你开始安慰了吗？请问？我翻译一下，他说的就是你活该。我不是这，我不需要你这种翻译。他是翻译过来这个意思，不是，你说是不是？你其实内心想表达的是，我说不要敏感，没关系，不要理他们。我想说的是这种，那你就说这个呀。对，你现在不是说了吗？但是他很矫情，我看不了矫情的人。他跟孟主席打电话，半夜啊，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月湖啊，看着那个湖啊。乖，我想回家，我想跳下去，我想跳到月湖。想跳啊！神经病啊！哪有人要跳到月湖啊？杨迪，然后他又是一个担任主持工作嘛，其实他很受伤，压力很大。我就跟他说：“你干嘛要这样嘛？”我就说：“你这该不该说嘛？表情管理做不好就去做表情管理嘛，干嘛一直要听着别人？”他就是他又很生，就是我说的确是实话。你说你这个人到底会不会讲话？你看吧，就这句讲的就有问题。你看吧。对，然后面我们私下就跟海涛哥私下就不联系了，反正私下就被拉黑了嘛。
哎，我问一下，真的拉黑了？没有吧？开玩笑的，没有开玩笑的。因为我都已经听不出来好赖花了。我要确定一下，因为你今天也没带翻译过来。我就是没带翻译，我很烦，我都慌了。对，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真的不是想表达那个意思，因为我真的不会安慰人。这个情况就在岳行哥身上也发生过一次。哎，这个当事人来讲吧，受害者来。他有一次我跟他也刚见面，录一个节目，我一看他，我说，哇哦，我说石凯，你好帅哦。哦。啊，说嗨，没有啊，我要是老了以后也像你这么帅就好了。就我老了以后也像你这么帅，他的意思说其实他就老了。哦。对。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觉得你也很帅。你就说你也很帅，其实比那还好说一点，就4个字，你也很帅。对啊。我觉得有点官方嘛，我不喜欢就是这种官方的这种。对，所以刚才那就这样。来，蔡老师来，小凯凯，让老师看看你。哇，你真的帅啊！哎，怎么回？怎么回？快说，蔡老师说你真的帅，请回话。没有翻译，现在自己想怎么说？你也不显老。晚安。嘿，再见娱乐圈。就我说，刚刚是我说的，我就在火星住了，地球回不去了。那是我说的。我不怕说老，凯凯你就这么说，你老帅了。不是哥，我会这么说，美容院推一下。啊？哦，保养好，都是医美弄的，他的意思。都是医美弄的。我这个没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错，这不是我的错，老师。有没有这么说？有没有这样？不是医美做的。再见吧，刘伟。不是，被他跟他带坏了。看一个这个。虽然我不喜欢客套。哎，就我觉得每个人大家见面就是明明大家不认识啊，干嘛的？就是我装熟打招呼呢，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然后我觉得开过分的玩笑呢，会不太礼貌。你想有那种松弛感，但是有时候松弛感的那个把握的尺度的话，还是没把握好。对，我教你很可爱的方法，以后再参加这种节目，不想跟别人打招呼，但是你又敢让别人不讨厌，你就手举着，但是满脸就是 I'm sorry， excuse， I'm sorry。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些人可能词不达意，或者喜欢说反话啊。我就是喜欢说反话和词不达意那个人。哎，就是有那种人叫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啊。我觉得总有人愿意去尝试去了解你，所以你大可不必为了环境去改变自己原有的风格或者样子，但是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我觉得就够了。谢谢。快，我们工作人员送我们的艺人回位了，来啊！请坐。好了，你的讲完了，好了，快讲完，先坐下。行了，回去吧。你把他的手机弄坏。没事，对不起，没事。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嘛，你像我们经常跟石凯录节目，其实都他开玩笑，你也开玩笑就好了嘛，而且他个性本身从来都没有恶意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过程中也是想要去成为一个讨喜的人，所以我才会去说这样的，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哎，对，那些被我言语伤害过的人，他们至少说现在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对，不会被你伤害的。对，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啦，你又不真掏枪。我觉得凯凯说的很对，当然了，讨喜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学习的。如果想成为讨喜的人，我推荐你试试喜运加持的喜临门床垫，让你轻松拥有深度好睡眠，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松弛感拉满了，状态不仅 chill， 而且还更 real。好好说话的同时，也做真实的自己。用喜临门床垫，每天喜气洋洋，人自然就更讨喜啦。祝你成功，也祝我成功，好不好？那赶紧给石凯加垫子好不好？加，给他加垫子，抱石凯。没事，从来没伤害到我，是吧？因为我嘴巴更狠。来，谢谢，抱抱你看，谢谢。好嘞。这一季的最后一个提案了，是的，没错，期待，就是我们的刘伟。哎呀。
因为火星情报局已经做了7季了。是的。其实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见过杨迪和薛之谦说我发现了？因为接下来呢，这是我们第7季最后一个提案，对于我们火星来讲又是一个完结。这个提案呢，我觉得我们3个人可以一起提。好，代表火星的这个。行。好。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火星情报局都有属于自己第一个提案。哎，真是。对，我们就这样子好了，我们每个人先发现我们来火星情报局的第一个提案，然后最后我们3个人一起说出我们今天第7季最后一个提案。好嘞。哎，等一下。哎，这我要戴这个眼镜，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圆眼镜。哦，这个眼镜哈。哇哦。哦，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本每一次副局长都是2个女生，然后我是觉得吉克和冯喜你们2个人可以站在这。啊，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坐那儿。你刚来的时候不坐那儿。杨迪，你刚来的时候坐那儿。欢迎火星情报局最神秘的终极特工杨迪。我说我发现的时候坐这儿了，已经。恭喜杨迪成为高级特工。我刚来的时候坐这儿，差不多对吧？对啊，坐这儿。对，你刚才是坐这儿。我就是今天的王牌特工，我叫薛之谦，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我刚才说坐这儿，哎，坐这儿，坐吧。王牌特工刘伟。我要吐了。那我们还缺个局长，让蔡老师你来演一下我们的局长，带一下我们的局长。你当韩哥，但是你得戴个眼镜啊。好。齐活了。哇哦。耶！时间就是这么快，这个是最后一期了。妈呀，我好久没坐这儿了！天哪！局长，说，我发现 KTV 里每次都会有2愣子点唱气绝身亡的歌。我提议火星 KTV 下架此类歌曲。哇！局长，我发现。地球人都遭遇过奇葩的家规。妈呀，怎么？局长，我发现，朋友之间称呼越难听，关系越好。脱口而出生命姓名。为什么要哭了呢？不知道。你为什么哭了？不知道。期盼了。别哭！很感动，不知道为什么。哎呀！我们3个一起，来！哇！1、2、3，我发现，在火星开会才是最爽的。8年了，8年了，8年了。你们太久没有说我发现了。确实。对，因为我最早来，我最早是录样片的时候我就在了，他俩都不在。但是我去录的时候是在一个居民楼里。好了，局长，我随便讲一个。好，我觉得用方言告白起来会让人觉得更有趣。我那一刻当时还以为就是这会不会只是一个骗子？对，就只是一个骗局。但是真正开始录了之后，我就发现火星是一个特别有能量的地方。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你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俩录完第1集的时候，我们俩坐的是海航，但是我们俩没有人睡觉，然后你突然把那个座椅按起来说，我们这个节目有人看吗？真的。然后我就跟老薛说，我说哎，其实我也在想我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人看，我们到底在说啥呀？老薛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不太有可能。其实那个时候会想很多啊，但是我说实话，我自己从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的，因为我其实消失了很久，然后我是通过火星才好起来的。所以我今天依然还是非常感谢火星7季，然后大概8年过去了。我是火星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刘威。我还没红呢，很多人都不骂我，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王牌特工就是刘威。刘威。Oh my god！ 恭喜维维！耶！姑娘，我是最爷们了。谢谢局长。维维好多个了，6个。我在每一个综艺都用心、用尽全力的去拼每一个故事，我1期都没有落过，是因为我热爱这个舞台。真的很感谢每个导演，每一个找我们的 PD， 然后每一个火星台前幕后的每一位朋友，包括杨迪，包括老薛。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在，我觉得就是让我每次来这都能感受到，觉得这是一个家，这是我的回忆，这是火星。唉，我是火星情报局第2季来的，2016年嘛，那个时候第1季已经播得非常火了，然后当时安排我来的时候是当中级特工，我说好的没问题，我就来。我当时想的是高级特工坐在这儿，然后中级特工是两边左右护法这么坐着，结果我是坐在这儿2楼，然后还要先拍那个韩哥在这边先鼓掌，对我也是跟大家一起拍那个的。心里微微有一点落差，但是我觉得没事儿，有机会来了，我还是要抓住，把自己该表达的东西表达好嘛。丧尸下巴是露的，他边扫边，然后警察来抱他的头。不是，什么鬼啊？没关系，刚刚讲个故事又得了20块钱，非常开心。谢谢。然后录完第1期以后，我们就收拾东西差不多了。突然说那个韩哥让你去吃饭，说你今天表现的不错，想跟你认识认识，因为那个时候我跟韩哥都不熟。结果我第2期就是荣升为高级特工，然后就展开了在火星的旅程。杨迪呀，表现得相当不错，杨迪晋升为高级特工。做的能做吗？能做。然后也感谢火星陪伴我这么多年，让我人生这么多丰富的经历。就是一直都攒着，每年都攒着，想说录火星，终于可以在火星讲了。很多时候在有些节目。好想说这个故事，不行，这个留给火星说的，我就把它给吞下去啊。所以非常享受在火星的旅程，谢谢大家。掌声送给杨迪。到此了，该到了，还敢就叫我综艺一哥。杨迪特工正式晋升为火星情报局常任副局长。我真的是应该说，我从录火星开始，我从不卡粉的一个少年，录成了一个卡粉的中年人。你现在也不卡粉，很卡的。我们中间经历了很多东西，同学们，你们真的不知道，就是中间我们火星有嚣张到什么程度，有录到我告诉你们，火星有一阵子搭一条街出来，你们根本想象不到。你像去上海的南京路那种，你会发现哇。这是一个节目能搭出来的东西吗？就夸张的那种，我们当时就是预算到这个程度。到后来我们默默的，当然按照时间的推移，有的人开始慢慢的火星啊老去，对，很多朋友呢陆陆续续录的，好像在老一辈就剩我们3个了。我今年跨年的时候不是要分好几个桌子坐嘛，然后那个远远的那边坐的是韩哥，然后旁边坐着孟晨，我就这边坐着，我们俩隔了一个桌子，我就透过人群看着他们俩，就特别唏嘘。我说我这儿完事儿，我还要去录火星，但他们俩却不能来。
反正事情的发展很多时候不受你内心所控。但是哎呀，没事儿嘛，大家。我不知道啊，也许我们火星差不多该从观众的心里面，离去了。屁了，你不要这么说。8年，希望火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给你们留下了一段青春的回忆。希望大家记得吧，记得以前有一个这样的好玩的综艺，在你们很不开心的时候，看着我们的节目会变得开心一点，也算是我们为你们的努力了，好不好，同学们？第一次掌声响起，多少爱沸腾在你手里，告诉自己千万不可以对不起你。唱一首爱的歌曲，我在这个团队中就是我的骄傲，我就要成为一个歌手。我真的谢谢你，你们现在是领导 ，OK？ 我会尽力把你们逗笑吧，就是这样。原来一幕可以梦那么久。爱我的人，我真的谢谢你。唱一首爱的歌曲，献给我最最深爱的你。是你的爱，让我能坚持走到这里。我们跳火星的怎么样？最后一支舞给大家看看。你的眼睛。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哦，哎呦！别闹，你的眼睛不需要拿掉擦的。不是，我知道。好了。因为我们以前很疯，以前他们在前面的时候都是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所以我们排了一个小节目给大家。这个小节目呢，对于我们来讲都是有我们的回忆，也是刻在我们火星魂里面的。所以接下来就把这个火星串烧秀送给大家，感谢大家对火星情报局的支持。火星情报局第7季最后一个提案的火星综艺秀现在开始。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 Banana，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玩得开心，玩得愉快。招财专注，拍打一下，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愉快。掌声！摇啊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各位好朋友摇起来，家里有请杨迪。从中西特工一路升到火星副局长，用 Apple Banana 来吵架是我的特长。开会都说我发现，散会我说真的了，如果这里是封神榜，我是综艺的纣王。不要天留到现在的我有一点破防，毕竟这7季里我刘维出席率最强。欢迎光临，推开架到推动我上墙。节奏唱样样都会，我怎么那么棒？丁丁一进来就想到中间当局长，那耍宝犯贱疯疯癫癫搞到这缺氧，那4、5年后终于搞到了副局长当当，没想到蔡国庆老师穿着亮片就亮相。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帅哥干嘛？不是，对不起，好丑，好丑。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同学们，这是第7期火星最后一次开会了，希望带着快乐，你们要记得我们啊！等一下，受不住了，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哪！